他说2026年的下半年是世事无常，群魔乱舞。他说这半年会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他说农历7月一到，丧门煞众，一马逢冲，血光心动，天灾人祸与社会动荡的风险会直线上升。而他讲过的所有话里面，最让人心头一紧的是这一句。他说如果农历7月没有风灾，那就是天佑台湾。天佑台湾这4个字平常是拿来祝福的，可是当一个命理师用这4个字来形容一个月份能不能平安度过的时候，这4个字听起来就不太像祝福了，反而更像是一种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那些他从干支里面看见的东西最后不要真的落地。而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是7月中旬。7月23日，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一位重量级作家病逝。7月26日，台湾一位年仅43岁的男演员被发现倒在自己的住处。7月28日下午，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购物中心气爆，工厂烟囱折断，死亡人数一路往上攀。短短6天，3件事全部落在他圈起来的那几个关键字上面。那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为什么是这半年？为什么他会用最危险的月份这种说法？而所谓的子午大冲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凶到让他要特别点名2个月份，叫大家把地震这2个字放在心上。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拆开来看。我们会先聊丙午年这3个字在命理里面到底代表什么，再回头看看上一个丙午年和上上一个丙午年人类世界发生过什么。接着我们会对照2026年上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真实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我们会走进农历7月，走进农历9月，走进那个藏在冬天里的子午大冲，一个月一个月的看下去。最后我们会聊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因为说到底，命理如果只是拿来吓人，那它一点价值都没有。它真正的价值是让我们比原本早一步，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先讲一件会让人对他印象深刻的往事。2024年年初的时候，廖美然曾经提醒过大家，那一年要特别小心高空意外。这句话丢出来以后，一整年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到了年底，很多人已经觉得这次大概是讲偏了吧。结果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一架横跨欧亚的亚塞拜然航空客机在哈萨克坠毁，机身断成2截。才过4天，12月29日，韩国济州航空又出了大事，成为韩国航空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空难。短短4天，2起重大空难接连发生，硬生生把一句已经被大家淡忘的提醒变成了一句神预言。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拿出来讲，不是要神化任何人，而是要说明一种现象。命理讲的从来不是某一天某一分某一秒会出什么事，它讲的是一个时间区间里面某一类事情的几率会被放大，一整年都没事，不代表这句话错了，它可能只是还没走到那个气最集中的时间点上。这里我们要先讲清楚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然接下来的内容很容易被误读。命理预言这种东西本质上是一种模糊的几率描述，它不会告诉你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哪一条路上会出什么事，它给出的是一个范围，一个倾向，一种偏向。所以它天生就有2个特性。第一，它很难被证伪，因为范围够大，总有东西会落进去。第二，它一旦命中，感受会非常强烈，因为人的记忆天生就偏爱那些应验的部分，而会自动淡忘那些没有应验的部分。这2件事我们都必须诚实的承认。可是承认了这2件事之后，还有第3件事同样值得承认，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这种提醒本身是有实际作用的。当一个人被告知这半年开车要特别小心的时候，他真的会开得比较慢。当一个人被提醒要注意心血管的时候，他真的比较可能去做那个一直拖着没做的健康检查。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帮任何预言背书，也不是要嘲笑他，我们要做的是把他讲的内容完整的摊开来，把背后的命理逻辑讲清楚，然后让每个人自己判断这里面哪些部分对自己是有用的。而现在廖美然说2026年下半年就是那个气最集中的时间点。要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得先看懂丙午这2个字。2026年在干支纪年里面是丙午年，
天干是丙，地支是午，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呢？特别就特别在它们两个都是火，而且都是最烈的那种火。古书里形容丙火，说它是太阳之火，纯阳之性，光明磊落，有普照万物之功。用白话讲，丙火不是蜡烛，不是炉火，它是正午12点正挂在头顶上的那颗太阳。而午火呢，午在12地支里面代表正午，是火气最旺的那个时辰，命理上叫做地旺之地，也叫阳刃。天干是太阳，地支是正午，这种组合在命理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干支一气。三命通会里面有一句话说，干支一气格，最忌冲克，意思是这种纯度极高的能量一旦被撞，反应会非常剧烈。滴天髓里面还有一句更狠的，说丙火猛烈，七霜无雪。霜和雪这种东西在丙火面前是没有还手余地的，所以2026年被很多命理师叫做火恶之年，不是因为谁想吓人，而是因为这一年的能量结构就长成这样。火太旺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五行的逻辑里面，火旺会克金，会耗水，会造土，会坟墓。火克金对应的是金属、机械、交通工具、刀械，还有金融。所以命理师谈到丙午年，很自然就会谈到金融重整、企业并购、机械故障、交通事故。火耗水对应的是水资源，是身体里的津液，也对应到肾与泌尿系统，所以会谈到干旱、缺水，也会谈到心肾不交造成的失眠与心悸。火造土对应的是土地，是地层，而火本身对应的是心脏、血液、眼睛、发炎，还有情绪。而且还有一层更大的背景，很多人会忽略掉。在传统的3元9运系统里面，时间被切成9个大段，每一段20年。从2024年开始，我们正式走进了第9运，也就是九子离火运。这一运会一路走到2043年，而离在八卦里面就是火。也就是说，2026年的丙午并不是孤零零地出现在一个中性的背景上，它是在一个长达20年的火运里面冒出来的一个火年。天干是火，地支是火，大运也是火，3层火叠在一起。有些命理师把这种结构叫做3重烈火。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都是马年，2026年会被特别拉出来单独讲，因为在他们的判断里面，这一年的火是有背景加持的火，它不是一根被点着的火柴，它是一根被丢进干草堆里的火柴。把这几条线拉在一起，我们就能理解廖美然那份10大警讯为什么会长成那个样子了。大火灾、气爆、呼吸道传染病、心血管疾病、中风、猝死、行车事故、热浪、缺电，这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在它的逻辑里是同一条线上的果实。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丙午年不是每年都有，它60年才会出现一次。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1966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日本发生了一件全世界人口学家到今天都还在研究的事情。因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丙午年出生的女孩命格太刚，所以那一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前一年还有大约182万个新生儿，1966年掉到大约136万，隔年又立刻弹回大约193万，一整个世代硬生生被一个干支的名字砍掉了一大块。这件事后来成了人口学界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因为它太干净了，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经济崩溃，就只是因为一个干支的名字，一整个国家的生育行为在1年之内集体转弯，然后隔年立刻又转了回去。后来还有学者长期追踪那一批在1966年出生的孩子，想看看这种被贴上标签的出生年份会不会真的影响他们往后的人生轨迹。我们讲这一段不是要说迷信有多可怕，而是要说明另外一件事。丙午这2个字在东亚文化里累积起来的重量已经大到会反过来改变现实。人们因为相信它，所以改变了行为，而改变后的行为真的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现象。而1966年的3月，中国河北发生了邢台大地震，那是1949年之后第一场造成重大伤亡的破坏性地震。地震发生在3月8日的凌晨，震央在河北南部。因为是在深夜，
大量民众在睡梦中被压在倒塌的土坯房底下，罹难人数以千计。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年的地动并不只有一场，从3月开始，一连串的强余震与后续地震持续了好几个月，整个华北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安稳过。中国现代的地震监测与预报体系就是在那一年之后才被正式建立起来的。同一年的5月，一场影响整个世代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陆展开，火恶之年这个标签在那一年几乎是被贴满的。那再往前推60年呢？1906年也是丙午年，这一年的4月18日凌晨，美国旧金山发生了规模接近8的大地震。可是真正把这座城市烧成灰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之后的火。当时的旧金山是美国西岸最繁华的城市，地震在清晨5点多发生，很多人是在床上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的。可是真正的灾难在后面，地震震断了城市的供水干管，让消防队接上水龙头却放不出水。同一时间，被震倒的烟囱与被震裂的瓦斯管线在城市各处引燃了几十处火点。消防队没有水可以用，只能用炸药炸出防火带，可是炸药反而把火星带到了新的街区，火势越烧越开。整整3天3夜之后，火终于停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大约有80%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20多万人无家可归。历史学家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旧金山不是被震毁的，是被烧毁的。地震只用了1分钟，火烧了3天，真正杀死这座城市的是那3天。地震在前，大火在后，火无水可救。丙午2个字最赤裸的样子，在1906年的旧金山被完整的演了一遍。当然，我们不能因为2个丙午年都出了大事，就说每一个丙午年一定会出大事，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2次记录放在一起，确实形成了一种很难忽视的巧合。而命理这门学问，本质上就是在整理这些巧合，并且试着从里面找出规律。好，讲完了背景，我们回到2026年本身。到目前为止，这一年已经发生了什么？7月28日下午，日本九州的熊本县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震源深度只有10几公里，羽城市与滨川町测到日本气象厅震度标准里最高的震度7。日本气象厅把这场地震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如果只看地震本身，这已经够严重了。可是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地震之后发生的2件事。第一件，加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购物中心在震后发生气爆，建筑物大面积坍塌。第二件，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工厂一根巨大的烟囱在地震中折断倒塌，把底下的员工压在里面。到了8月初，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来到38人，而在这38人里面，购物中心的气爆和工厂烟囱的倒塌加起来就占了一大半。我们把这件事放回命理的框架里看一下，地震属土动，气爆属火，工厂烟囱属金，地动之后火起金折，这正好就是廖美然那份警讯里面反复讲到的那几个字：火旺相刑，大火灾气爆，火克金死。而且熊本这场地震还有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距离2016年那场同样测到震度7的熊本地震刚好整整10年。10年前那场地震的震源是步田川断层带与日奈久断层带，而这一次专家判断是当年没有错动，残留应力的日奈久断层带南段开始活动了。有些事情是会等的，等10年，等60年，然后在某一个下午的4点27分一次还回来。同一个时间段里还有别的事情在发生。7月，台风巴威在西太平洋一路增强，关岛与北马里亚纳群岛出现大规模停电与通讯中断。菲律宾因为外围环流引发多起山崩，造成20多人罹难。紧接着，台风红霞扫过台湾南方海域，再往广东登陆。香港天文台8年来第2次连续2年发出9号风球。7月底，日本九州在统计史上第1次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而台湾这边热浪也一波接一波。再看另外一条线，7月23日凌晨，日本推理小说界的重量级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过世，享年68岁。7月26日，台湾8点档男演员王凯被发现倒卧在台北的住处，年仅43岁。同一个月，
一名年仅25岁的南非职业足球员在刚结束世界杯行程之后突然离世。而这里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在于，廖美然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讲过这段话了。他说，下半年会有持续陨落的遗憾。他说，都不是老人家，都是年轻人。他说，心血管、中风、猝死的案例会变多。所以当7月的消息一件接一件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才回头去把他那份警讯翻出来重看。而重看完的结论是，最恐怖的部分其实还没开始，因为他真正圈起来的月份是农历7月。农历7月是什么时候呢？在2026年农历7月初1，落在国历的8月13日。如果照传统的算法，鬼门其实在前一天晚上11点，也就是8月12日的子时就已经开了。中元节是8月27日，而农历7月最后一天，也就是鬼门关的日子，落在9月10日，整整29天。为什么廖美然会把这29天圈起来，讲得这么重呢？我们把这个月份的干支排出来，就会明白了。丙午年的农历7月，干支是丙申。先看天干，年上是丙，月上又是丙，两个太阳同时挂在天上，在一年里面火气最旺的年份，又走到一个天干同样是火的月份，这叫做叠。火上加火，灶上加灶。再看地支，申属金，而我们前面讲过，火旺克金，丙午年遇到申月，就是最烈的火，直接压在金上面，这就是他讲的火克金那3个字的来源。金在人体对应的是肺，是呼吸系统，是大肠；在物质世界对应的是金属、机械、车辆、管线，还有金融。而申这个字在命理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12地支里面有一组东西叫做驿马，驿马代表移动、远行、变动、奔波。它的算法是这样的，寅午戌这3个地支的驿马落在申，而2026年是午年，所以对整个丙午年来说，申就是驿马的位置。那农历7月刚好就是申月，也就是说一整年的驿马能量在这个月被完全点亮。如果只是驿马动，那还好，那顶多代表这个月大家会特别想往外跑，交通会特别忙碌。可是廖美然讲的不是驿马动，他讲的是驿马逢冲。冲从哪里来？寅申相冲。当月份里出现寅的时候，驿马星就被正面撞上。驿马本来就是动的，被冲了以后就不是动了，是失控地动。在传统的解读里面，驿马逢冲对应的就是交通事故、远行出事，还有意外伤害。再加上他提到的丧门煞，丧门在传统神煞系统里面主丧事、主阴事，主与死亡相关的场合。当丧门与血光同时走强，命理上的解读就是这个时间段里见血的事件会变密集。把这3层叠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廖美然对农历7月的完整判断。火克金，所以要防呼吸道传染病，防大火，防气爆，防金属与机械造成的伤害。驿马逢冲，所以要防交通事故，防远行意外。丧门血光重，所以要防一切见血的场合。他因此给出了几个非常具体的提醒。第一，这段时间不要一个人往阴暗、偏僻或者经常出事的地方跑。第二，不要为了刺激跑去探险、闯鬼屋，挑战那些所谓的禁地。第三，如果有安排远行或者开车，绝对不要跟人起言语冲突，因为驿马逢冲加上血光，口角很容易升级成实体的伤害。讲到鬼月禁忌，我想顺便聊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角度。台湾的鬼月禁忌有一大串，不要去玩水，不要晚上晾衣服，不要拍别人肩膀，不要在半夜吹口哨，不要靠墙走，不要捡地上的钱。这些规矩在现代人听起来很不科学，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回农业社会，会发现他们几乎每一条背后都藏着一个很实际的理由。不要去玩水，是因为农历7月落在台风季的正中央，就算天气看起来很好，远方的台风也会把长浪送到岸边。而长浪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来的时候海面是平的，你看不出来。台湾每年在这段时间发生的溺水意外数量都是全年偏高的。不要晚上晾衣服，是因为夏末夜间湿气重，衣服晾一夜不会干，反而会发霉长霉。不要靠墙走，是因为古厝的墙边阴暗潮湿，容易有蛇虫。不要在半夜吹口哨，是因为那个年代
夜里真的有需要警戒的东西，而声音会招来注意。换句话说，这些禁忌是把常年累积下来的安全经验，用一种让所有人都会记住的方式包装起来。因为讲科学大家会忘记，讲鬼故事大家不会忘。所以当廖美然说鬼月不要一个人往阴暗偏僻的地方跑，不要去闯鬼屋挑战禁地的时候，他讲的其实不只是灵异问题。荒废的建筑物本身就是危险的，地板可能是烂的，钢筋可能是锈的，楼梯可能是断的，而那种地方通常没有讯号，也没有人会经过。一个好奇心上头，后面等着的可能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而是一场非常物理的意外。而他最担心的其实还不是这些，他最担心的是天气。他特别警告，农历7月要防强震、风灾、火灾、水灾与土石流。而台湾的农历7月刚好就落在台风季的正中央，8月中到9月中，这是台湾一年当中强台侵袭几率最高的那一段时间。于是就有了那句话，他说，如果农历7月没有风灾，那就是天佑台湾；如果有风灾肆虐，届时要注意的事情就会非常多。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其实是这样的，他不是在保证会有灾难，他是在说这个月的结构已经摆好了，能不能过得去，看的是最后那一下有没有落下来。而在他的警讯里面，除了风灾之外，还有2个字被反复提到，那就是洪水。这一点在2026年的今年特别敏感，因为在整个7月，台风巴威与台风红霞先后扫过西太平洋与华南，广西一带传出水坝坍塌与严重洪灾，龙卷风也在多地出现。而更引起讨论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份自称来自三峡系统内部的爆料。这份爆料的内容包含几件事：第一，称广西衡州洪灾的真实伤亡数字远高于官方公布；第二，中纪委通报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的总经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第三，也是最让人不安的一点，爆料称三峡大坝部分区域已经出现渗水，而且内部曾经制作过大坝瞬间溃决的灾害模拟图。关于三峡的各种传闻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多到大家几乎都听腻了。可是这一次的组合确实不太一样，高层接连出事，内部爆料、渗水疑云，还有溃坝模拟图，这几件事在同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我们要非常诚实地说，这些爆料目前都无法独立查证，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下任何结论。可是把它放在廖美然那句农历7月要防洪水的警告旁边，那种巧合感是很难完全忽略的。而对台湾的观众来说，真正要放在心上的还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台湾的水患从来不是远方的事，8月到9月的西南气流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往往才是造成中南部大规模淹水的元凶。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这段时间车子停哪里，这件事就值得多想3分钟。好，那农历7月过完呢，9月10日鬼门一关，是不是就安全了？这就要讲到今天标题里的另外4个字了，子午大冲。我们前面说过，2026年的地支是午，而在12地支的对冲关系里面，午的正对面是子，子午相冲，这是12对冲里面最典型的一组。因为子是纯水，午是纯火，水火不容，正面对撞。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子？在丙午年的月份排列里面，农历11月的干支是庚子，也就是说，农历11月就是这一整年里面唯一一个地支直接撞上流年地支的月份。农历11月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换算成国历，大约是从2026年12月9日开始，一直到2027年1月7日前后。而这段时间的正中央就是冬至。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整年丙午的火烧到最旺，烧到极致，然后在年底一整年里阴气最重、水气最盛的那个月份走过来，正面撞上去。古书里讲干支一气格最忌冲克，讲的就是这种时候，一团能量纯度极高的火被一团同样纯度极高的水正面撞击，命理上不会说这是熄灭，命理上会说这是激荡。而在传统的灾异解读里面，冲这个字跟地动一直有很深的关联，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命理是一套用来描述能量如何流动的符号系统。当两股力量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对应的是稳定；当平衡被打破，出现正面对撞的时候，对应的就是释放。而地震
本质上就是地壳长期累积的应力在某一刻突然释放，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廖美然在他的10大警讯里面会特别把地震单独拉出来，做成一条重大预警，而他点名的月份是农历9月与农历12月。我们把这2个月份的干支也排出来看看。丙午年的农历9月，干支是戊戌，国历大约落在10月10日到11月8日之间。戌属土，而土在命理上直接对应地层与地动。更关键的是，戌在五行系统里面是火库，也就是火的仓库，而午与戌会半合成火局，所以农历9月的结构是火进一步被引旺，同时土被引动，土动就是地动。丙午年的农历12月，干支是辛丑，国历大约落在2027年1月8日到2月5日之间。丑同样属土，而且是湿土，同时也是金库。丑与午在六害的关系里面相害，所以农历12月的结构是土被引动，金库被打开，而火与土之间存在暗中的伤害。辰戌丑未这4个地支在命理里面统称4库，全部属土，而土对应的就是大地。当4库被冲、被刑、被害的时候，传统的解读就是地不安。而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地不安这3个字从来就不需要透过命理来理解。我们占的这块土地本来就坐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碰撞带上，每年发生在台湾周边的有感地震数量都是以百计的。8月初，四川高县在13个小时之内连续发生6次地震，而在更早之前，日本九州才刚刚经历那场规模 7.1 的强震，整个环太平洋的西侧这几个月一直在动。所以廖美然点名的那2个月份对台湾人来说真正的意义不是预测，而是提醒我们在10月与明年1月这2段时间把那些平常一直说要做却一直没做的事情做完。床头的重物移开，衣柜固定在墙上，逃生路线家人讲清楚，紧急联络方式写在纸上，而不是只存在手机里。因为地震这件事情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会给你任何准备的时间，所有的准备都必须在它发生之前完成。于是整个下半年的结构就清楚了。8月中到9月中是农历7月，火克金加上一马逢冲，主风灾、水灾、火灾与交通事故。10月中到11月初是农历9月，火土交争，主地动。12月到隔年1月初是农历11月，子午大冲，是全年能量对撞最剧烈的一段。而1月中到2月初是农历12月，四库再动，主地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凶相重叠这个说法，不是某一个月份特别凶，而是好几组不同的凶相刚好在同一个半年里面接力出现。而在子午大冲这一段，廖美然还特别提到了2件很具体的事。第一件是船难与冬季海象，他在警讯里面直接写下了船有灾难这几个字，还加上了海上平安警示与冬季海象的提醒。从命理上看，这一条的来源很清楚，子是水，午是火。当水火在冬天正面对撞的时候，对应到现实世界的意象就是海面。而台湾海峡的冬天本来就是全世界航行条件最恶劣的水域之一，东北季风一起，浪高就上来，能见度就下去。每年冬天，台湾周边海域的渔船事故与货轮事故都会明显增加。这一条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个每年都成立的事实，只是今年被特别放大而已。第二件是电力，他提到电力系统可能故障，造成停电或者缺电。这一条乍看之下跟地震没关系，可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熊本那场地震，就会发现地震之后最先瘫痪的往往就是电与水。而台湾的供电系统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紧绷的状态，夏天的热浪会把用电量推到高点，冬天的寒流也会，所以家里的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那种不用电也能用的照明工具，真的值得先准备起来。尤其是家里有需要用电的医疗器材的家庭，这件事不能等。顺带一提，就算在农历7月里面，子午冲的效应也不是完全没有，因为除了年与月之外，每一天也都有自己的地支。农历7月里面，凡是走到子日的那几天，日支的子就会去撞流年的午，那是一种比较小规模但是仍然存在的对冲。
所以有些命理师会建议，在鬼月里遇到子日的时候，远行与夜间活动可以再谨慎一些。好，讲完了天灾，我们来讲廖美然这份警讯里面最贴近每一个人的那一条，年轻人猝逝。这一条之所以特别让人不安，是因为它不像地震或台风那样是远方的事，它是身边的事。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他说2026年是名留名星的凶灾年，下半年会有持续陨落的遗憾。他说都不是老人家，都是年轻人。他说5把火相刑，火克金死，要注意心血管、中风、猝死的案例增多，也要注意呼吸道传染疾病可能卷土重来。我们先看命理上的解释，火在人体对应的是心脏与血液，丙午年是纯阳之火，火气过旺的时候，对应的生理状态是亢奋，是持续消耗，是燃烧。火旺克金，金对应肺与呼吸系统，所以呼吸道会变成弱点。火旺耗水，水对应肾与体内的津液，所以会出现心肾不交，也就是那种明明很累却整夜睡不着，躺着还会心悸的状态。而传统医学里面有一句话说，心主神明，火过旺的时候，情绪会跟着躁，躁就会失眠，失眠就会更耗，耗到最后就是崩。至于呼吸道这一块，值得再多讲两句。廖美然在警讯里面明确提到，火克金会对应到病毒与呼吸道传染，他甚至用了疫情恐再次重来这样的说法。这件事情放在现实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机制，当外面热到40度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躲进冷气房，而冷气房代表什么呢？代表门窗紧闭，代表通风不良，代表同一批空气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反复循环，这正好就是呼吸道病原体最喜欢的环境。再加上冷气房与户外之间10几度的温差，呼吸道黏膜会反复受到刺激，防御能力会下降，所以在极端高温的年份，呼吸道疾病反而容易变多。这不是矛盾，这是必然。所以在接下来这几个月，如果家里有长辈或者小孩，该打的疫苗不要拖，冷气房记得定时开窗换气，冷气滤网记得清。这几件小事的效果可能比任何开运物都来得直接。现在我们把这套解释放回现实世界，其实会发现他描述的东西并不玄。2026年是气候记录不断被刷新的一年，日本九州第一次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台湾的热浪期被拉长，秋老虎会很凶，而高温对心血管系统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人在高温环境下，心跳会加快，血液会变得比较浓稠，血压会波动。对于本来就有潜在心血管问题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放大器。再加上现代人的生活形态，长期熬夜，长期高压，长期依赖咖啡因硬撑，长期坐着不动，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本来就已经在把猝死的年龄往下拉了。所以与其说廖美然预言了猝逝潮，不如说他用命理的语言指出了一个现代社会早就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并且说他在这半年会被放大。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几件事情是真的值得记住的。第一，心肌梗塞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捂着胸口倒下去，它可能表现成持续的胸闷、喘不过气、冒冷汗，或者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极度不舒服，而且它的痛不一定在胸口，可能会放射到左肩、左手臂、下巴，甚至是上腹部，让人以为只是胃痛。如果出现这种说不上来但是很不对劲的感觉，尤其是伴随冷汗的时候，不要硬撑，去看医生。第二，中暑与热衰竭在初期非常容易被忽略，头晕、恶心、肌肉抽筋、皮肤异常干热不流汗，这些都是警讯。在热浪期间，补水不能等到口渴才喝，而且长时间大量流汗的时候，光补白开水是不够的，电解质也要补。第三，睡眠这件事在丙午年真的不能省。廖美然在他的10大警讯最后一条特别提到睡眠充足这4个字，这一点不管你信不信命理都是成立的。长期睡眠不足与心血管事件的关联，在现代医学里面是有大量证据支持的。第四，如果你本来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家族有心血管病史，那么在这个高温期，该亮的血压要亮，该回诊的要回诊，该吃的药不要自己停。命理讲的是几率，而几率是可以透过行为改变的，这句话才是这整件事情最重要的部分。好，
我们再把视角拉大一点，来看廖美然对整个大环境的判断。他说，下半年最先被冲击的是传统行业，老字号品牌、大型企业都可能面临倒闭、并购或者重新整合，金融体制会出现重整，企业会拆伙，并购变动会变多。在命理的逻辑里面，这一样是火克金，金在五行里面对应金融、金属、机械，也对应既有的秩序与结构。当火烧得最旺的时候，金会被熔，而熔金的意思不见得是毁掉，也可能是重铸，旧的形状留不住了，必须换一个形状存在。他在金融方面给了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他预估美元会一路走强，美元对台币有机会来到34，而股市会呈现缓涨急跌，或者说跌得快涨得慢的洗盘格局。他提醒投资的民众要谨慎，身边一定要保有安全的现金流。这里我们要说一句公道话，命理师谈汇率与股市，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推论，它不是财务分析，也不能取代财务分析。任何投资决策，最后都必须建立在自己的研究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上。我们把他讲的内容完整呈现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说了什么，而不是建议任何人照着操作。不过有一句话是不管信不信命理都适用的，就是保持安全的现金流。在一个变动被放大的时期，手上有多少可动用的现金，往往比账面上有多少数字更重要。至于国际局势，他的判断是战乱持续，国际动荡，通膨加剧，能源短缺，危机浮现，集权与民主之间的零星冲突会增多。这一条放在2026年这个当下，其实不太需要解释，大家每天打开新闻就能感觉得到。讲到这里，一定有朋友会想问，那我自己呢？我的生肖在这半年要注意什么？我们就用五行的逻辑快速的走一轮。这里讲的是倾向，不是判决，请大家用轻松一点的心情看。先讲属马的朋友，2026年是虎年，属马的人今年是本命年，而且是值太岁。更特别的是午与午在命理上叫做自刑，是12地支里少数会自己行自己的组合。所以属马的朋友在这一年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外面来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内耗、焦虑、冲动决定，这些是要特别留意的部分。今年做重大决定之前，多睡一晚再说。再讲属鼠的朋友，子与午正冲，所以属鼠的人今年是冲太岁。而我们前面讲过，子是水，午是火，这一冲是水火对撞，在身体上对应的是心血管与肾脏泌尿系统的压力，也常常表现成整夜失眠与心慌心悸。属鼠的朋友今年要特别避开正午时分的曝晒，也要少贪凉饮冷，因为体内的寒与体外的火撞在一起，反而更伤。属猪的朋友，亥同样属水，可是面对的不是正冲，而是耗泄，这种状态比较像是慢慢被烤干，症状往往是腰酸、耳鸣、容易累，应对的方向是润与静，不要硬拼。属虎与属兔的朋友，寅卯属木，而木会生火，在一个火已经过旺的年份，木生火代表的是持续付出、持续消耗。这一年容易出现的是肝火旺，容易发脾气，容易在情绪上失控。而廖美然警讯里面反复提醒的口舌是非与血光之灾，对这两个生肖来说要特别放在心上。属猴与属鸡的朋友，申酉属金，而火克金，这一年的压力会比较直接，可能表现在工作上的挑战，也可能表现在呼吸系统与皮肤上。可是命理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火炼金为气，压力如果撑过去了，往往就是成气的时候。至于属龙、属狗、属牛、属羊的朋友，辰戌丑未都属土，火会生土，所以理论上是被滋养的。可是火过旺的时候，土会被烧得太干，也就是所谓的火炎土燥。这一年要注意的是消化系统与皮肤的干燥问题，也要注意不要因为运势看起来顺，就把脚步迈得太大。最后是属蛇的朋友，巳与午同属火，火上加火，这一年会很旺，机会会很多，可是也最容易烧过头。旺到极致的时候，最需要的反而是踩刹车。那我们把它那10条警讯完整的走一遍。第一条，战乱持续，国际动荡，通膨加剧，能源短缺。第二条，政商名流的暗黑事件会陆续曝光，这是明星名流的凶灾年，下半年会有持续陨落的遗憾。
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名流与青年族群都要留意猝死。第3条，美元走强，金融大洗牌，投资要谨慎，现金流很重要。第4条，金融体制重整，企业拆伙，并购变动。第5条，五把火相刑，火克金死，注意病毒与呼吸道传染，注意大火灾与气爆，注意船难，畜牧业要防瘟疫，心血管、中风与猝死的案例会变多。第6条，地震、风灾、水灾、土石崩落、土石流，大雨天要避开山区，水边要注意安全，也要小心地面出现天坑。他在这一条里面特别标注了农历9月与农历12月的强震防范，海上平安与冬季海象的警示，还有下半年死伤车祸变多的提醒。第7条，热浪时间会拉长，秋老虎会很凶，紫外线会很强，电力系统可能故障造成停电缺电。他甚至用了一个说法，说这可能是180年来最热的一年，要小心热衰竭，多喝水，保持水分很重要。第8条，保持心情平静，小心情绪躁动，不要与人起争端，引发血光之灾，远离负能量，远离路边的争执。第9条，一马动乱，死亡车祸会频繁，切勿疲劳驾驶，毒驾与酒驾事件会变多。第10条是他给出的化解方法，他建议多念心经，多祷告，睡眠充足，多说好话，多听平和的音乐，多唱歌，保持每天开开心心。他也提到白水晶与琥珀这类开运物，还有多接触正能量的环境，庙宇或者教堂。看完这10条，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前面9条都是警告，可是第10条全部都是行为，而且第10条里面没有一件事是需要花大钱或者需要特殊条件才能做的。念经、祷告、睡饱、说好话、听音乐、唱歌、保持心情，这些全部都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就能完成的事。这其实就是传统命理最核心的态度，他从来不认为人只能坐在那里等灾难降临。趋吉避凶这4个字里面，避这个字才是重点。所以我们也把这件事往现实再推一步，除了他讲的那些之外，在接下来这半年还有哪些事情是真的值得做的？第一，防台这件事不要拖到警报发布才做，阳台的东西该收的收，该固定的固定，排水孔平常就要清，家里的手电筒、行动电源、矿泉水、常备药，这些东西整理成一个包放在门口附近，比临时去便利商店抢药有用得多。第二，地震包这件事，台湾人常常会觉得再说吧，可是熊本那场地震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摇晃本身，而是摇晃之后的次生灾害，气爆、火灾、倒塌、断水断电。所以除了地震包之外，家里的灭火器有没有过期，瓦斯管线有没有老化，逃生路线家人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值得花1个下午检查一次。第三，如果家里有长辈，趁现在跟他们约好一件事，就是万一停电、断讯或者发生大事的时候，全家人要在哪里集合，用什么方式联络。这种事情讲起来很像小题大做，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它就是全部。第四，行车这一块，廖美然把一马逢冲与死亡车祸讲得非常重，而这一条刚好是我们最能控制的，不疲劳驾驶，不喝酒，不抢那几秒钟，行车记录器保持正常运作，轮胎与刹车定期检查，这些不需要任何玄学基础，就能实打实地把风险降下来。第五，情绪这一条看起来最软，可是可能最关键，因为在他的整套推论里面，血光之灾的触发点非常多，都是从口舌之争开始的。火旺的年份，大家的情绪本来就容易被点燃，路上被超车，排队被插队，网络上看到不顺眼的留言，这些在平常可能只是烦一下的事情，在火气特别旺的时候，就可能升级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所以真正的化解可能不在于带什么，而在于当那股火从胸口冲上来的时候，愿不愿意多给自己3秒钟。我们最后回到天佑台湾这4个字，我一直觉得这4个字被讲出来的时候，语气是很微妙的，它不是一句自信的祝福，它比较像是一个看见了什么的人，在把该说的都说完之后，剩下的那一点无力感。可是我也想说另外一件事，1906年的旧金山
之所以被烧成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城市没有为地震做过任何准备，水管一断，整座城市就没有救。而在那之后的120年里面，人类把建筑规范改了，把消防系统改了，把预警系统建起来了，所以今天同样规模的地震，伤亡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量级。2026年7月的熊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地震，最大震度7，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可是熊本没有被烧掉，因为有预警，有规范，有训练，有制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所谓的天佑从来不只是天在做的事。命理告诉我们哪个时间段的风险比较高，这是提醒，而我们拿这个提醒去做什么，才是决定结果的那一半。廖美然自己在第10条里面讲得很清楚，她给的是行为建议，不是宿命宣告。接下来的这半年，从8月中的鬼门开始，到10月的火土交争，到12月的子午大冲，再到明年1月的四库再动，这一条时间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去。而走过去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走进去；另一种是知道前面有几段路比较滑，于是把鞋带绑紧一点，走慢一点，扶着旁边的人一起走。这2种走法，最后到达的地方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我会建议你做一件很小的事，把8月13日到9月10日这29天，还有10月中到11月初、12月，还有明年1月中到2月初这几段时间，在心里标一下，不是为了害怕，而是为了在那几段时间里，开车的时候慢一点，加班的时候早一点回家，跟人起冲突的时候退一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要硬撑。如果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说一句天佑台湾。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那至少我们是准备过的，而准备这件事从来都不会白费。那么你怎么看呢？你相信干支里面真的藏着时间的规律吗？还是你觉得这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混乱里面替自己找一个能抓住的东西？有一种沉默比任何预言都更让人不安，因为当一个习惯开口的人突然选择闭上嘴，你会忍不住去想，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才决定不再说。2026年的年中，泰国一位神婆突然宣布她要封口了，不是暂停，不是休息一阵子，而是被下令闭嘴。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开口，之后不会再谈任何预言。而下这道命令的，照她自己的说法，不是泰国政府，不是哪一个宗教团体，而是阴间。她说阎罗王对她下了封口令，佛陀也警告过她，因为她过去嘴太快，泄露了太多不该说的天机，所以在7月之前，她必须停止一切预言。她甚至说，如果再继续讲下去，会折损自己的寿数，也会替那些听进去又说出口的人招来麻烦。她的语气不像在宣传，反而像在交代后事。其实，泄露天机必遭天谴，这个母题一点都不新鲜。在泰国，灵媒、机身、通灵者本来就是民间信仰里很常见的角色，人们遇到大事习惯去问一问神明的意思，而说的太多会被上天收回能力，甚至折损自己。这种说法也不是泰国独有，在华人的传统里，我们讲天机不可泄露。在西方的神话里，有一位叫卡珊德拉的女子，被赋予了预言的能力，却同时被诅咒，说出的真话没有人愿意相信。你会发现古今中外，人们对预言者的想象几乎都带着同一种张力，一边是渴望知道未来，一边又害怕知道的太多。More Play 这一次的风口，不管是真是假，刚好又踩中了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老母题。理解了这一点，你再看他说的每一句话，心里就会多一把尺，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讲在最前面。这是他本人透过影片说出来的说法，不是任何机构认证的事实。一个活人说他被阴间下令封口，这件事本身无法查证，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他的自述来听。但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他在封口之前并没有安安静静的离开，他留下了7条预言，全部指向2026年的下半年。而其中的第1条，关于海底巨响，已经有人开始说，对应的事件好像真的出现了。这个人叫 More Play。 要判断这7条到底值不值得认真看，我们得先弄清楚他是谁。为什么一个泰国神婆的风口
会让整个华语圈的社群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热闹起来，连台湾的讨论区、家庭群组都在转发他的影片。Moplay 在泰国并不是无名之辈，他真正在国际上爆红是因为一场地震。2025年3月28日，缅甸中部发生规模 7.7 的强震，震央就在第二大城曼德勒的附近。这场地震的威力远远越过了国界数百公里之外的泰国首都曼谷，一栋正在兴建、楼高33层的大楼，在众目睽睽之下整栋垮了下来，造成29人罹难，还有不少人被埋在瓦砾底下。而在震前的几个月， Moplay 就公开讲过2025年上半年会有大地震，地点指向缅甸，时间落在3月到4月，还说曼谷会受到牵连，会有建筑物倒塌。地震发生之后，这段旧预言被翻了出来，泰国和华语圈的网友都被吓到了。这是他从泰国本地一路红到海外的关键一役，也是他这一轮声量真正的起点。那一次的缅甸地震，他到底说对了多少？其实也值得我们仔细的分一分。他讲对了大方向，时间落在上半年，地点指向缅甸，还提到了曼谷会受到波及。这在事后看，确实抓到了几个关键。但如果你去比对更细的内容，会发现里面同样掺着不少含糊的事后才被人对上的描述。这正是评价一个预言的时候最需要耐心的地方。我们既不必因为他说中了一次就把他整个人捧成神，也不必因为他有好几条没准就把他全盘否定。把命中的、含糊的还有彻底落空的分成3堆，各自去看，才是比较公道也比较清醒的态度。在这之前，关于他的命中记录也一直在民间流传。流传的版本里说，他算中过2011年泰国那场世纪大洪水。那一年，泰国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患，洪水从北部一路淹到中部，逼近首都曼谷，夺走了数百条人命，经济损失以千亿计，工厂停摆，供应链中断，整个国家泡在水里好几个月。流传的版本也说，他说中过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的离奇失踪。那是2014年3月，一架载住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客机在雷达上凭空消失，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1年多以后，才在印度洋的一座小岛上发现了第一片确认属于他的残骸。还有泰国女星 Tangmo 离奇坠船身亡的案子也被归到了他的名下。那是2022年2月，这位泰国知名女星跟几个并不熟识的人一起搭游艇出游，却在湄南河上坠水，2天后被寻获遗体，身上还有不明的伤痕，全泰国轰动，成了那一年最受瞩目的悬案。更早的版本还说，他早在2019年就讲过会有一种新的病毒出现，改变全世界人的生活样貌。而隔年，新冠疫情就真的爆发，一路影响了全球好几年。这些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把他的形象慢慢堆成了一个说什么中什么的神婆。这里特别要说一下那一则2019年的病毒预言，事后看它当然很惊人，因为新冠疫情确实改变了全世界。但如果冷静地想一想，会有新的病毒出现，这句话在任何一年讲几乎都不算错，因为人类跟病毒之间的拉锯从来就没有停过。真正该被记住也真正稀有的是像缅甸地震那样连时间连地点都白纸黑字讲出来的预测。把这2种完全不同等级的命中分开来看，你才不会被一份混在一起的记录牵着鼻子走。这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要帮他的记录做一次诚实的分类。而在这次风口之前，他其实已经先发过几轮2026年的警告，那些警告当时就在华语圈引起过讨论。他点明了几个以英文字母代称的地区，像是 JPTI， 提醒大家2026年出游要避开。他还说年终之后要特别小心一场严重的空难，甚至讲到希望这只是他自己做的一场梦。他也提过香港有可能发生地震，或者出现重大的航空事故。这些警告一出来，旅游圈社群上都炸开了锅，有人对号入座，有人半信半疑，也有旅行社私下抱怨生意受影响。这里就要冷静地补上一段，以上这些多半是网络上
媒体上流传的整理版本。时间久了，经手的人多了，细节会被放大、被修饰，命中的部分被反复强调，说错、说空的部分被自动忽略。这是几乎所有灵媒与预言家共通的叙事滤镜。而且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连 Morplay 自己都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出面澄清，说他并没有预言过日本富士山会爆发，那是外界穿凿附会、加油添醋加上去的。你看，连当事人都得跳出来否认自己被预言的东西，这正好说明了这一类内容在流传的过程里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所以真正能查证时间点清楚的是缅甸那场地震前的公开示警，其余的我们就用流传说法这4个字先框起来，可以听，但不照单全收。一个预言家的可信度不能只看他说中了什么，还要看他说错了、说空了多少。而后面这一半的账通常没有人帮他记，你只会看到被截图保存下来的那几次命中，却看不到那些说了之后什么也没发生，于是被悄悄删掉，没有人再提起的贴文。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心理学上很经典的机制。当一句预言讲得够模糊，涵盖得够广，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去替它找到对应的现实，然后把这也算中那也算中的感觉牢牢记住。就像算命的时候，一句你最近会有贵人相助，但也要小心小人，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成立，你却会觉得它怎么那么准。这种现象有人叫它冷读，有人叫它巴纳姆效应。预言之所以让人著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真的说中了未来，而是因为我们太愿意在事情发生之后回头去替它补上一个解释。事后诸葛人人都会当，难的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把日期跟数字白纸黑字的钉死。Morplay 的缅甸地震之所以特别，正是因为他那一次罕见地把时间跟地点都讲出来了，而他其余的许多话并没有这样的清晰度。好，铺垫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这一支被称为最后告别作的影片里他留下的7条，我们一条一条摊开，一边转述他的说法，一边对照现实里查得到的事，说法归说法，事实归事实。这2条线我会尽量让他们分开走，不混在一起。第1条，海底巨响。Morplay 的说法是2026年真正毁灭性的大战，重点不在大家眼睛都盯着的中东。他说，关键在水底，要注意潜艇的动向，要注意海面之下的声音。他的原话大意是，当水底传出巨大的声响，当战火从陆地蔓延到公海，那才是大战真正拉开序幕的信号。而他对海底的关注其实不是这一次才有，更早之前他就点名过几个地区可能发生海底火山爆发，要大家提早留意。也就是说，海底这个意象在他的预言体系里已经反反复复地出现过好几回。那现实里海底到底有没有发出过巨响？有，而且是实实在在被仪器记录下来的。2025年7月29日，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外海发生了规模 8.8 的强烈地震，这是自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以来全世界最强的一次地震，排进了有现代仪器记录以来的前6名。它的震源深度大约在21公里，主震之后还跟着超过24次规模5以上的余震，其中甚至包含一次规模接近7的强余震。这场海底地震触发了横跨整个太平洋的海啸警报，从东亚一路传到南北美洲的沿岸。光是日本一度就撤离了将近190万人，连福岛核电厂的周边都被划进了撤离的范围。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海底巨响，一次来自太平洋深处传遍半个地球的震动。事后回头看，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句关于水底声音的预言。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知道一个地理常识，整个太平洋的边缘围着一圈叫做火环带的地震活跃区，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强震和火山都集中在这一圈上。勘察加、日本、台湾、菲律宾，一路到南美洲的西岸都在这条带子上。也就是说，海底发生地震本来就是这一区的日常，大大小小的震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绝大多数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真正罕见的
是像勘察家那样规模 8.8 的矩阵，所以海底会有巨响。这种预言放在火环带上，本来就有很高的几率会被某一次地震应验，这不是通灵，这是几率。而 Moreplay 说的那种巨响，指的其实是潜艇，是军事，是战争的声音，那跟地震仪记到的自然震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近几年，海底电缆被切断，各国潜艇在深海角力的新闻确实时不时出现，但那些属于地缘政治的较劲同样不需要预言，摊开国际新闻就看得到。但接下来这句话必须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地震仪的记录，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勘察家那场地震是板块隐没带长期累积能量之后一次自然的释放，它跟潜艇无关，跟战争无关，跟阎罗王更是毫无关系。而且它发生在2025年7月，时间点还在这一支风口影片之前。换句话说，这是一件先发生后被人拿来对号入座的事，用一件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去回头印证一句方向本来就很模糊的预言，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有意思的是，那一次规模 8.8 的地震虽然惊人，最后带来的海啸却远比许多人担心的要小。太平洋沿岸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那种大灾难，这也提醒我们，就算是真实的天灾，它的走向都充满了变数，更何况是一句模糊的预言。海底确实想过，这是事实，但把它读成大战的序幕，那是解读，不是事实。一个是地质，一个是战争，两者之间隔着一整片太平洋的距离。真正要验证它这一条，得看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公海上会不会真的因为军事冲突而传出巨响，而不是回头去捡一场自然地震来充当它的证据。那么一个真正能算数的对应事件到底该长什么样子？照他自己的说法，那应该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公海之上因为军事的对峙传出爆炸或者冲突的巨响，然后战火顺着海洋一路扩大，这才是他那一句预言真正指向的画面。拿一场2025年的自然地震来顶替这个画面，乍看之下很像，实际上差了108000里。所以第一条，到目前为止最诚实的结论是，海底的确有过巨响，但那一响跟他说的那一响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真正属于这条预言的验证其实还没有开始，下半年的公海才是他真正的考场。第二条，极端气候。他说2026年下半年，地球的气候结构会出现异常，干旱与洪水会同时发生，该下雨的地方大旱，不该淹的地方成灾，粮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也顺带劝大家提早囤一点粮食。这一条说实话是最难被证明也最难被推翻的一种预言，因为在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同一年里又有旱灾又有水灾，这件事几乎每一年都成立。你随便翻开任何一年的国际新闻，都找得到某地大旱某地洪灾的标题并排出现，它听起来很准，但正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太广，准到最后反而失去了意义。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判断法则，如果一句预言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都算他说中，那他其实什么都没说。真正的预测是要愿意冒着被证明是错的风险的，不冒这个风险的话，那就只是一句听起来很有分量，实际上很安全的废话。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这一类预言其实有很强的选择性记忆。2025年、2026年，全球确实极端天气频传，这边在烧山，那边在淹水，新闻看得人心惊。但这些极端气候，气象学界早就用暖化的趋势解释得清清楚楚，它是一条可以量测、可以推估的科学曲线，不是谁在冥冥之中安排的剧本。等到年底真的又出现大旱或大水，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看，他又说中了。可如果你回头去问他到底说了哪个地方、哪个月份多严重，答案往往是一片模糊。说中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不叫预言，叫常识。第三条，金融危机与黄金。这条 Moreplay 讲得很具体，他说金价会暴涨，喊到1盎司8万到10万泰铢，换算下来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并且他建议大家
手上要留一些实体现金，以防金融体系出状况。当云端上的数字资产都靠不住的时候，摸得到的现金才实在。那金价的现实走势呢？这是7条里面最有意思的一条，因为它刚好踩在一个真实而且正在发生的大趋势上。黄金确实在涨，而且涨得比很多人的想象还要凶。2025年一整年，金价一口气涨了大约 65%， 接连突破每盎司3000美元、4000美元这2道关卡，一次比一次让人跌破眼镜。而且在同一年，全球投资人透过各种基金、金条、金币抢进的黄金总量高达2000多吨，比前一年一口气暴增了超过80%，那种抢购的热度是实打实的。进入2026年，这股势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1月下旬，金价一举冲破5000美元，1月28日的盘中更触及每盎司5589美元，改写了历史新高。推动它的是一连串地缘政治的火药味，从各地的冲突热点到各国的中央银行与投资人疯狂抢进实体黄金，避险的需求把价格一路往上推，所以金价暴涨这件事是真的，这是交易所的报价，不是任何人的想象。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必须点出来，金价创新高其实根本用不着灵媒来预告。2025年一整年的财经新闻天天都在讲这件事，任何一个看盘的人都看得到这个趋势。预言的困难从来就不在方向，而在数字和时间。他喊的8万到10万泰铢到底是哪一天到？会不会真的到？还是永远差那么一截？这才是真正能拿出来验证的部分。至于留现金这种建议，听起来像神谕，其实是任何一本理财书都会写到的保守做法。趋势对了，不等于预言准了。踩在一辆已经在往前开的车上，并不代表你就是那个开车的人。黄金本来就是一面恐惧的镜子，世界愈乱，它愈亮。与其说是它遇见了金价，不如说它跟金价照见的是同一份不安。如果真要替它这一条设一个能被验证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他说1盎司8万到10万泰铢，我们就盯着这个数字，用泰铢计价的黄金到底会不会在2026年下半年真的站上这个区间，并且站稳，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金价还会不会涨，没有人能打包票，因为它同时受到利率、美元、战争、央行动向这一大堆因素的拉扯，任何一个转向都可能让它掉头。这也正是重点所在，连专业的分析师看着满荧幕的数据都不敢把话说死。那么一句没有附上任何推理的金价会涨到某个数字，就算真的到了，也很难说那是洞见还是运气。第4条，网络攻击。他警告，会有一场超级规模的骇客攻击，让全球的网络近乎瘫痪，连带冲击到所有存放在云端的数位资产，包括加密货币，也包括网络银行里的存款。他的意思是，当网络一夕之间崩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伺服器里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就归零。这个画面确实会让人心里发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存款，说到底，也真的就是资料库里的一串数字。这一条在2026年很难说它讲的完全没有影子，因为这一年全球的资安事件确实密集到让人不安。3月，一家医疗科技公司被骇客入侵，数万台员工的装置被远端清空。5月，代工大厂富士康承认北美的厂区遭到攻击，勒索集团宣称窃走了大量牵涉到知名科技客户的机密资料，数量以 TB 来计算。到了7月，又传出跨国性的重大系统中断，一度波及了银行、航空与电信的服务。连国际上权威的机构在2026年的资安展望报告里，都把攻击的规模化、产业化列为当前最大的威胁之一。把整年摊开来看，2026年是一个资安警报几乎没有停过的年份。但是同样要拆开来看，网络攻击这种事年年有，月月有，甚至可以说天天有。这是数位时代的常态，不是什么需要通灵才知道的天机。把今年会有大骇客攻击当成神准，就好像预言今年会下雨一样，命中率接近100%，却没有任何真正的资讯量。真正需要他回答的
是哪一次，规模多大，打垮了哪一个系统，发生在哪一天，这些关键的细节他没说，或者说得非常模糊。方向人人都会指，时间、地点、规模才是真正的门槛。一句全球网络会崩，跟一次真正说中某月某日某个系统倒下的预测，中间的距离是天差地别的。真正的资安世界其实布满了备援与冗余，一个系统倒下，还有下一个顶上。这也是为什么末日式的全球归零比一次局部的真实灾情更容易讲，也更难成真。至于他要大家提防云端资产归零，这一句值得单独拿出来说。加密货币、网络银行这些东西确实抽象，账户里的数字说到底就是一串资料，但也正因为金融体系知道这件事的风险，银行、交易所才会层层备份、异地存放、反复激活。真正的危险往往不是全世界一起归零的那种末日场景，而是个别的钓鱼诈骗、密码外泄，让某一个人的钱被搬走。把注意力放在守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开启双重验证，远比担心一场想象中的全球大崩溃来得实际。他的恐惧是宏大的，但真正能保护你的往往是那些琐碎的日常的小习惯。第5条，超级病毒。他说会出现一种致命的超级病毒，很可能是艾滋病毒 HIV 跟某一种强力流感的混合体，而且会透过水源传播，对全球的用水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这一条是7条里面最需要用科学的说法来平衡的一条，因为它牵涉到会直接吓到人的健康恐慌，也最容易被断章取义的拿去放大。先讲科学， HIV 这种病毒离开了人体之后，其实非常脆弱，在水里几乎无法存活，也不会透过饮水或者一般的日常接触传染，这是流行病学早就有定论的事。全球的卫生机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分歧。而真正会透过水源传播的疾病，比如霍乱，是另外一类完全不同的病原体，它跟艾滋在生物学上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硬要把这两者混合成一种新病毒，在目前的医学认知里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所以这一条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把几个听起来很可怕的关键字硬拼在了一起。 HIV、 超级、变种、水源，每一个词单独拿出来都已经够吓人，凑在一块儿，恐惧感就直接加倍。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各国的疾管单位确实常年都在监测新兴的病原体，这是他们的常态工作，也是好事一件。但是监测系统的存在不等于他所描述的那一种病毒就真的已经在路上了。恐惧可以被拼装，事实不行。听到这一条的时候，先深呼吸，别急着去囤水、囤药。真正保护你的是干净的水源、正常的工位体系，还有不被恐吓牵制走的判断力，而不是一句拼贴出来的可怕组合。其实会有一种可怕的新病毒，这种预言几乎每一年每一位灵媒都在讲。原因很简单，人类的历史上瘟疫从来没有真正缺席过，所以这一句话迟早都会应验。而一旦哪一天真的又出现了新的传染病，之前所有含糊讲过病毒2个字的预言就会被一起翻出来，说成是神准的警告。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健康类的预言，我们要格外冷静。真正保护一个社会的是疫苗，是监测网，是干净的自来水，是那些不起眼却日夜运转的工位系统，而不是一句听起来很吓人的通灵。恐慌本身有时候比病毒更容易传染。第6条，外星人与爬虫人。他说外星人将会现身，而且有一种长得像鳄鱼或者像蜥蜴的爬虫人，其实早就已经潜伏在人类社会里，混在人群当中，只是我们没有认出来而已。这一条坦白讲已经走出了可以查证的范围，它既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否证，属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领域。我们能做的就是原原本本地转述他的说法，然后把判断留给你自己。这里只想补上一个观察，一句永远不会被打脸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安全，但也正因为它永远不会错，它几乎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预言。真正的预言是敢把自己放在会被证伪的位置上的。你没有办法反驳爬虫人潜伏在人群里这句话，但反过来
它也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一条可以真正拿来行动的资讯，它只负责制造想象，不负责兑现。第7条，人工智慧。他说 AI 会让就业市场走向两极化，有人被取代，有人反而被推上去。但他又补了一句，如果前面那一场网络大崩溃真的发生，这个趋势有可能会被逆转，而人只要够勤奋，够诚实，肯自我提升，就有机会不被淘汰。这一条比较像是一段包着预言外衣的职涯建议。 AI 冲击就业是这几年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现实，翻开报纸就看得到，根本不需要通灵。而他给出的解方，勤奋、诚实、上进，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人都成立。这是温暖的安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密。把一句放诸四海皆准的老道理包装成预言的第7条，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其实一个灵媒开始谈 AI 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几十年前神婆谈的是天灾，是战乱，是瘟疫，到了今天他们的预言清单里多了骇客，多了云端，多了人工智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预言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总是紧紧地贴着当下人们最焦虑的那些东西在走。大家怕失业，预言就谈 AI 抢饭碗；大家怕存款蒸发，预言就谈网络崩盘。与其说他看见了未来，不如说他非常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此刻正在害怕的现在。这是预言最真实却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它照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7条讲完了，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最一开始的问题，也是这一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为什么是风口？在预言圈的语境里，被风口这3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强大的叙事魔力。它把一个原本可以被检验、被质疑、被要求负责的预言家瞬间就包装成了一个知道太多所以被上头晋升的悲剧角色。你没有办法再追问他细节，因为他不能说了。你没有办法要他为说错的部分负责，因为说话的权利已经被收走了。留白往往比说满更吓人。一句我不能再讲了，勾住人心的力道经常比他真正讲出口的内容还要更强。这是一种很古老的说故事技巧，把神秘感建立在缺席之上，让你自己的想象力去填满那一片留白。值得一提的是，泰国神婆预言在这几年几乎已经自成一个内容类型，每到年底年初，总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整理、翻译、解读在社群上流传，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一个比一个吓人。这中间有正规的媒体，有内容农场，也有纯粹在追流量的账号。一句原本可能讲得很含蓄、很有保留的话，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转述与再制，往往就被放大成了斩钉截铁的灾难警告。所以当你看到一则泰国神婆预言的时候，先别急着相信，也别急着害怕，不妨往回多追一步，看看最原始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样子，中间又被加了多少料。光是这一步往往就能替你过滤掉大半不必要的恐慌。也正因为这样，怀疑论的声音就必须同时摆上台面，跟前面的说法并排放在一起看。从行销的角度来说，最后告别作风口前的最后预言是再高明不过的一种收尾，它天然就自带稀缺感与急迫感，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错过的，最终的被禁止的真相。于是内容在网络上一轮又一轮的被转载、被翻译、被再制成各种语言、各种长短的版本，声量一波比一波高，触及的范围一轮比一轮广。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定他本人就是为了流量而言，这一点必须公道地讲清楚。也许他自己是真心相信的，但我们同样要看见风口这个设定在客观上就是会制造传播，就是会放大声量。一件事让某个人得利，不代表这件事就是假的，但是当一个说法刚好对说出他的那个人最有利的时候，我们多留一分警觉总是没有错的。这不是刻薄，这是面对任何资讯都该有的基本功课。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放在心上，这是我最后一次预言，我被上天封口了。这一类的话，其实在全世界的预言者当中一点都不罕见。
不少人在自己声量最高的那一个时刻都用过类似的说法，因为封口这个动作能替一连串的预言画下一个漂亮又神秘的句点，同时也能替日后可能的付出先悄悄地埋好伏笔。今天说封口，过一阵子如果又开口，还可以说成是上天特许，实在忍不住，于是那本身又会是一波新的话题。这不是要断定 more play 一定是这样，而是提醒我们，最后这2个字在预言的世界里往往没有它字面上那么地绝对。更深一层看，被禁止这3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越是被贴上不能说、不该看标签的东西，人们反而越是想要一探究竟，这叫做禁果效应。一支影片只要挂上封口前的最后真相这样的框架，就等于替自己盖了一个诱人的印章，让人忍不住想点进去，想亲耳听听那个上天都不让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这其实无关内容本身有没有料，光是这一个框架就足以让他跑得又快又远。而我们每一次因为好奇而点开，因为害怕而转发，其实都在替这个框架多添一把柴。所以更要时时提醒自己，越是耸动的包装，愈需要冷静的拆解，别让那一层神秘的糖衣反过来替你决定了该相信什么，又该害怕什么。其实也不必把这件事全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真正让预言在2026年这么有市场的，是这个时代本身的不安。金价冲上历史新高，是因为钱越来越不让人安心，资安警报整年不停，是因为我们把整个人生都搬进了看不见的网络，地缘政治的火药味浓到连新闻都追不完。当现实充满了不确定，人心就会本能的去寻找一个能把混乱解释清楚的声音，哪怕那个声音来自阴间。预言填补的从来不是知识的空缺，而是情绪的空缺。看清楚这一点，你就不容易被任何一句最后的预言牵着走。那站在台湾观众的角度，这些预言到底该怎么看待？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该做的防灾本来就要做，这跟有没有预言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本来就在地震带上，家里备一点粮食、水还有手电筒是每一个家庭的常识，不是因为谁通灵了才要准备。该有的财务规划也照常进行就好，适度分散风险，手边留一点现金是稳健的做法，不是恐慌的理由。真正要避免的是因为一句封口前的预言就恐慌性的抛售，疯狂的囤积，或者做出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决定。预言最大的杀伤力往往不在它到底说中了什么，而在它让多少人因为一时的害怕做错了原本不该错的选择。冷静，从头到尾都是对这一类讯息最好的回应。再多说一句，你会发现 Multiply 的预言里反反复复的出现存粮食、存现金这样的建议。这种话听起来很负责、很贴心，但也正因为它永远不会错，所以特别安全。多存一点粮，手边留一点现金，任何时候做其实都没有坏处，就算后来天下太平，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就是这一类建议的高明之处，他把一个普世皆准的保守常识包装成了带着预警意味的神秘叮咛。于是不管后来有没有出事，说的那个人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看懂了这一层，你对这一整包预言的免疫力就又多了一分。那么这7条里面究竟哪几条下半年就能见真章？能验证的是那些带了数字、带了明确标的的第3条的金价最好验。他喊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区间，2026年下半年走完，拿收盘价一对照，准不准一翻两瞪眼，没有模糊的空间。第1条的海底与地震活动也算半个可验证的项目，因为地震有仪器、有规模、有精确的日期，海底一旦再有大动静，记录跑不掉，只不过那属于自然地质的范畴，跟他所说的战争与潜艇怎么样都连不上线。第4条的网络攻击同样看得到、记得下，只是门槛在于真正要出现的得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全球近乎瘫痪的等级，而不是日常那种零星的局部的事件
否则就只是拿常态来冒充预言。至于剩下的几条，第2条的极端气候涵盖面太广，怎样都能算它对。第5条的超级病毒被科学的说法牢牢挡在门外。第6条的外星人与爬虫人根本就走出了验证的边界。第7条的 AI 是趋势，不是预言。这几条的共同点是，它们要么太模糊，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可否证。而一个真正想要被检验的预言，会给你3样东西：一个日期，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明确到可以打叉的说法。3样都给，才算把话说满。3样都躲，那多半是经不起对账的。躲在模糊背后的那些，通常撑不过下半年一项一项的验收。我们不妨把这7条快速的再对一次账。第1条，海底巨响。海底确实响了，但那是自然地震，不是战争。时间点还在预言之前，算是踩到了边，却始终连不上线。第2条，极端气候，年年都成立，等于什么也没说。第3条，金价暴涨，趋势是真的，但那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走势。他喊的那个数字到底到不到位，年底才见真章。第4条，网络攻击，大方向对，但缺了时间、地点、规模这些最关键的东西。第5条，超级病毒被科学牢牢挡在门外。第6条，外星人与爬虫人早就走出了可以验证的范围。第7条， AI 冲击是趋势，不是天机。7条摊开来看，真正称得上具体，真正能被打勾也能被打叉的，其实就只有金价那一条，加上地震活动那半条，剩下的要么太广，要么太悬。这一张对账表就是我们面对这一整包预言最诚实也最冷静的一份底稿。把这一张底稿放在手边，你就会发现，所谓的7大预言，真正需要你认真盯着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与其为了7件事天天心神不宁，草木皆兵，不如把力气集中在那1、2件真的能被验证的事情上，然后安安静静的等时间替你给出答案。所以最后把话收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2026年的下半年会照着日历一天一天往前走，它不会为任何人的预言加快，也不会为任何人放慢。勘察家的海底已经响过一次了，那是地震仪的记录。黄金已经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点，那是交易所的报价。资安的警报整年几乎没有停过，那是新闻的存档。这些全都是真的，摊在阳光底下，谁都查得到。而一位泰国神婆在风口之前留下的这7条，有的恰好踩在了正在发生的趋势上面，看起来煞有其事；有的则飘在了无法验证的云里雾里，怎么说都对。你看，同样是面对2026年的下半年，其实有2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它交给阴间，交给阎罗王，交给一位神婆的直觉与梦境；另一种是盯着地震仪上的曲线，盯着交易所每天跳动的报价，盯着一则一则有凭有据的新闻。前一种看法给你戏剧性，也给你恐惧；后一种看法给你的东西可能枯燥了一些，却无比踏实。这2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不见得要你非得2选1不可，但至少你心里要分得清楚，哪一句是别人的想象，哪一句是摊在阳光底下的记录。这也正是这一整段书里最想留给你的那一把尺。真正的问题或许从来就不是它准不准，而是当一个人说出我被下令不能再说了的时候，我们是要选择被那一份神秘感牵着鼻子走，还是愿意把每一条都摊开来，用查得到的事实一项一项的去对。海底还会不会再一次传出巨响，下半年就会知道。金价的那个数字到得了到不了，年底就见分晓。日历不会替任何人说谎，它只是安安静静的一格一格往前走。而那个要决定相信什么，又要保留几分清醒的人，从头到尾都是坐在荧幕前的你。今年3月，当中东的战火骤然点燃，国际油价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它从每桶60多美元一路狂飙，短短1个月之内，原油暴涨超过50%，创下期货交易史上第2大的单月涨幅。美国的汽油价格冲破每加仑4美元，从你家餐桌上的食物
到一张机票，再到货架上的日用品，所有东西的价格都跟着水涨船高。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并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这一切竟然在好几年前就被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写进了他的预言里。熟悉我们频道的朋友，对帕克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这位英国预言家3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说中那些当时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他说英国会脱离欧盟，结果英国真的脱欧。他说川普会赢得2016年的大选，结果川普真的走进了白宫。他说一场大瘟疫会席卷全球，结果新冠疫情真的来了。他甚至预言过英国女王的离世。而更让人不安的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命中。多年来，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与长期化，到加沙局势的不断恶化，从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一夜之间被捕，到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这些当初被许多人当成笑话的话，后来竟然一条一条全部兑现。他甚至说过，自己早在2023年就预言到了香港那场夺走人命的大火，一个又一个原本不可能的事件，就这样在现实里被他亲眼看着一一上演。当然，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他并不是每一次都说中。任何一个做预测的人都有失手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几次明显的落空。可即便如此，当一个人在那么多重大的原本被认为绝无可能的事件上反复地命中这份准头，本身就足够让人无法轻易地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更何况这一次他不再是孤军奋战，当他的预言和1000多年前的东方古书和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谶语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份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共振就更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一听了。而就在这一次，他再一次让全世界倒吸了一口凉气。早在2025年的年底，他就斩钉截铁地说2026年的3月将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时期。他预言美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精准打击，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只针对伊朗的领导层和核心军事目标。他还说这场冲突会迅速升级，然后又戛然而止。结果呢？今年3月，当第一波飞弹落在德黑兰的上空，伊朗的最高领袖在打击中丧生，数十名高阶军政官员同时殒命。从目标到方式再到发生的月份，他几乎全部说中。但这些都只是开胃菜，因为在他最新的这一轮预言里，他用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词来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年份命名。他说2026年是清算之年，紧接着的2027年那将是整条时间线的引爆点。而当我们把他这份最新的预言和那部1000多年前的中国奇书推背图摊开来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震惊地发现，一个来自西方的灵媒和一群来自东方的古代高人，竟然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年份，同一场大清算。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从$200的油价到笼罩在我们头顶的星链天网，再到通向2027年的那条大清算时间线，这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是如何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狠狠地交汇在一起坐稳了。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我们先从油价说起。要理解帕克为什么会把油价看得这么重，你得先明白这次中东冲突到底捅了一个多大的窟窿。在波斯湾的入口有一道狭窄的水道，叫做荷默兹海峡。这道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宽，可是全球大约5%的海运原油都得从这里通过。它就像是整个世界能源命脉上的一道闸门。今年3月，当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之后，这道闸门被关上了。闸门一关，后果有多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后来的统计，这一次的海峡关闭和航运中断，引发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原油供应冲击。全球的原油供应在最初一口气减少了大约每天1000万桶。请注意，是每天1000万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几乎相当于把一个产油大国从世界地图上瞬间抹去。光是在3月这一个月，根据银行的估算，全球经济就一口气损失了每天1400万到1500万桶的原油和燃油供应。
于是油价疯了，原油的价格光是在3月1个月之内就暴涨了超过50%。这是自从1983年原油期货开始交易以来第二大的单月涨幅。中东地区的基准原油，像是阿曼和杜拜的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50。欧洲和美国的基准油价也在后面叛命追赶。市场上开始流传一个原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全球顶尖的能源研究机构伍德麦肯兹公开表示，油价冲上每桶$200，在2026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200一桶的石油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的远远不只是加油站里那个跳动的数字，它意味着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膨海啸。世界银行预估，光是2026年这一年，全球的能源价格就会暴涨超过20%，创下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准。化肥的价格跟着飙升，粮食的成本跟着上涨，好几种关键金属的价格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一桶油的价格牵动的是地球上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菜篮子。你可能会觉得油价的涨跌那是大公司、大国家的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事实恰恰相反，石油是现代文明的血液。你身上穿的衣服，餐桌上吃的蔬菜，网购时送到家门口的那个包裹，背后全都离不开石油。当一桶原油的价格翻倍，运费涨了，化肥贵了，塑胶和各种化工原料也全都跟着涨。于是从超市里的一颗鸡蛋到一张飞往远方的机票，所有东西的标价都会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悄悄地往上挪。这就是为什么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最后会结结实实地落到你我每一个月的账单上。有银行专门替这场危机算过一笔账，列出了好几种不同的剧本。如果中东能够迅速地平息下来，那么油价或许还能勉强压在一个尚可承受的区间。可一旦战火拖得更久，那道海峡迟迟不开，那么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一场谁也躲不掉的全球性的通膨噩梦。而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后面那个更糟糕的剧本正变得越来越像是现实。当柴米油盐都在涨，当辛苦攒下的积蓄正在悄悄缩水，每一个普通人其实都已经身在这场大清算的最前线。而最让人不安的是历史惊人的相似。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那一年的夏天，就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的前几个星期，国际油价也曾经这样一路飙升，逼近每桶$150的高位。紧接着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如今，当油价再一次以这样的姿态狂奔，当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分析师开始警告，如果这道海峡迟迟不开，今年夏天的油价可能还会更高的时候，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不是又悄悄地浮上了许多人的心头？而最脆弱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最发达的地方。就拿英国来说，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储备，据说一度只剩下2天的存量。整整2天，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能源危机面前，竟然脆弱到只剩2天的缓冲。而这还只是一个缩影。整个欧洲都因为能源库存见底，又高度依赖经过中东的运输航线，被笼罩在一场巨大的输入性通膨阴影之下。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冲突，就这样狠狠地掐住了一整个大陆的咽喉。也许有人会说，等海峡重新开放不就好了？可现实是，连美国的能源机构都评估，就算航运逐步恢复，要重新爬回战前的通行水准，恐怕也得等到2027年的年初。多家顶尖的投资机构也纷纷预测，油价要回到战前的水准，最快也得熬到2027年。换句话说，这场能源的阵痛不是几个星期的事，而是会像一根越收越紧的绳索，缠绕我们好几个季度，甚至好几年。现在你再回过头看帕克早年的那些话，他很早以前就反复提到，世界经济会普遍出问题，美元会走弱，股市会动荡，石油会出现剧烈的价格波动和短缺。当年听到这些话的人大多一笑置之，可如今当你站在加油站前，看着那个数字，你还笑得出来吗？更值得玩味的是，帕克并不认为这场危机会以一场毁天灭地的核战收场。他和另一位预言家不约而同地指出，
接下来这场卷入多国的大冲突，可能是一场常规战，也可能是一场贸易战，一场网络战，甚至是一场病毒战，但唯独不会是那种按下按钮同归于尽的核战。换句话说，真正会把我们拖垮的，也许不是天上的蘑菇云，而是这种一点一点渗进每个人生活的经济绞索，而油价只是这根绞索上第一个被勒紧的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抬起头，看看那个更让人不安的东西。如果说油价是勒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那么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东西，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那张网。请你现在抬起头望向夜空，你也许不知道，就在你头顶这片看似空旷的天空里，截至2026年6月，已经有超过1万颗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飞行，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叫做星链。光是这家公司，每年就往天上扔超过3000颗卫星，它们组成了一张覆盖全球、密不透风的太空网络。如今天上最大的一片卫星海，已经不再是哪个国家的航天局，而是一家私人公司。而这场太空圈地的代价，也正在悄悄地浮现。天文学家们忧心忡忡，因为这成千上万颗闪亮的卫星，正在严重干扰人类对宇宙的观测，让我们仰望星空的那双眼睛变得越来越模糊。航太安全的专家更是警告，如今地球轨道上最大的一个碰撞风险来源，正是这片密密麻麻的卫星群。一旦发生连锁碰撞，无数的太空碎片可能让整个近地轨道变成一片谁也无法穿越的雷区。甚至有科学家担心，当这些老旧的卫星坠入大气层烧毁时，留下的大量金属可能还会对地球的气候造成某种我们至今都难以预料的影响。我们为了把这张网织得更密，却可能正在亲手给自己头顶的这片天空埋下一颗又一颗的定时炸弹。这张网最初的卖点是很好听的，他说它可以让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最荒凉的海洋都能连上高速网路，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可是当一张网大到可以笼罩整个地球的时候，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就浮现了：是谁在控制这张网？而这张网又在看着谁？我们先来看几个冰冷的事实。早在几年前就有报道披露，这家公司和美国的国家侦察局签下了一纸价值大约18亿美元的合约，要打造一套全新的间谍卫星系统。根据报道，这套系统一旦建成，将会由数百颗具备对地成像能力的卫星组成，它们能像一个蜂群一样在低轨道上协同运作，让美国政府和军方可以在几乎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迅速地锁定潜在目标。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后背有点发凉？想象一下，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在你头顶几百公里的高空，几百双甚至几千双电子的眼睛正在以一种你完全感觉不到的方式，静静地扫描着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它们不眠不休，没有死角，地面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在第一时间被传回某个遥远的指挥中心。这已经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我们头顶真实发生的事。更进一步，新一代的卫星还具备一种叫做直连手机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卫星可以不经过任何地面基站，直接把讯号打到你手里的那只手机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未来有一天，无论你躲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地面的网路是通是断，天上那张网都有可能找到你。一个没有任何死角、没有任何盲区的通讯与监控之网，正在我们头顶悄悄地织就。而就在不久前，这家卫星公司还和他创办人旗下的那家人工智慧公司完成了合并。合并之后的这头巨兽估值高达上兆美元，而他的创办人透过特殊的股权结构，牢牢掌握着这头巨兽近80%的投票权。一张笼罩全球的太空之网，再加上一颗无所不在的人工智慧大脑，再加上一个说一不二的掌控者，这个组合光是想一想就足够让人彻夜难眠。更深一层去想，当一张无所不在的天网遇上一颗无所不知的人工智慧大脑，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过去，一个人总还能找到一个角落躲开所有的目光，可在一个卫星密布、讯号直达每一只手机的时代，这样的角落正在迅速的消失。你去过哪里？和谁联络？
买过什么，说过什么，这些零零碎碎的数据都可能被那双天上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再交给那颗冰冷的大脑去分析，去归纳，去描绘出一个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数字化的你。这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一张正在悄悄收紧的看不见的笼子？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地想一想。而我们其实早就见识过，这张网的开关是掌握在谁手里的。在过去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这套卫星系统曾经被用来决定前线的某些军事行动到底能不能进行，它的服务曾经被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某些被占领的地区，它的讯号曾经被限制。换句话说，这张网要为谁服务，要在什么时候打开，又要在什么时候关上，这个决定权并不在使用它的那个国家手里，而是在那个遥远的掌控者手里。正是因为看穿了这一层，今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警觉起来。就拿印度来说，今年6月，印度政府叫停了星链在当地的商业上线，迟迟不肯发放最后的营运许可。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在这次中东冲突期间，有报道指出，明明星链并没有在伊朗取得执照，可它的终端设备却在战场上被使用了。印度当局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在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动荡的时刻，他们对一个由外国控制的卫星网络几乎没有任何掌控力。这个网络可能在他们希望它关闭的时候依然运转，也可能在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被远端切断。一个主权国家竟然管不住飘在自己头顶上的那张网，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荒诞也足够可怕的事。不只是印度，早在今年1月，中国就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公开警告，说这种商业卫星星座的快速无序扩张对全球的轨道安全构成了显著的风险。话说得是安全，可背后的较量谁都看得明白。因为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在盼命发射一个对标的巨型星座，叫做千帆。按照计划，到2030年要往天上送超过15000颗卫星。除了美国和中国，亚马逊还有其他的势力也都在加紧把自己的卫星一批一批地送上天。你看，天上的这场圈地运动已经悄悄地开打了。谁掌握了天空，谁就掌握了未来资讯的命脉，掌握了战场的眼睛，甚至掌握了每一个人的行踪。这片曾经属于全人类的星空，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被一张张看不见的网分割、占据、武装，而这恰恰呼应了帕克那份预言里最让人不安的一段。在他引述的纳迪棕榈叶预言里，曾经提到，在2026年会出现通信系统的巨变，会出现一种他称之为科学恐怖主义的东西。当时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如今，当我们看着头顶这张越收越紧的天网，看着一个又一个国家为了天空的控制权剑拔弩张，看着我们的通讯、金融、生活全都建立在这些随时可能被切断、被监控的网络之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古老的预言正在以一种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慢慢的兑现？试想一下，在一个一切都依赖卫星和网络的世界里，如果有一天这张网突然出了问题，无论是被攻击还是被切断，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支付瘫痪，通讯中断，交通停摆。我们以为自己无比强大，可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文明正越来越脆弱地悬挂在这几根看不见的丝线之上。油价勒住了我们的经济，天网盯住了我们的行踪，而这两条线索最终都通向同一个终点，一个写在西方灵媒的预言里，也刻在东方古书推背图里的终点。2027年，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西方的天空转向东方那部1000多年前的奇书。推背图相传是唐朝2位高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作，他用60幅图像配上晦涩的谶语和宋诗，把往后1000多年的兴衰治乱全部藏了进去。千百年来，他一项一项的应验，准得让人发毛。从唐朝以后的朝代更替到近代的种种风云变幻，后人回过头去看，总能在这60幅图里找到惊人的对应。也正因为太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都对这本书又怕又恨。而除了推背图，中国古人观天策时的智慧还藏在另外一套体系里。按照古老的黄极经世推算，2025年的那个值年卦叫做革卦，革就是变革，就是改朝换代。古人把这一卦解读为天动地变之年，预示着可能出现大火、地震、海啸、瘟疫、政变、战争等等各种大的变局，而最终旧的秩序将被彻底的翻新。更有意思的是，有人把革这个字拆开来看，竟然拆出了念、一、中3个部分，被解读为21世纪的中国将要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在遥远的西方，人们常常把5星连珠、7星连珠这样罕见的天象视为灾厄的前兆。历史学家也确实发现，历史上好几次这种天象的出现，都恰好落在了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政权更迭的前夜。当天上的星辰排成一条线，地上的格局往往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的巨变。你看，从东方的卦象到西方的星象，从1000多年前的图谶到今天的卫星与晶片，这条贯穿古今的线索似乎一直在指向同一件事。我们正站在一个旧时代落幕、新时代尚未到来的巨大的转折口上。而在这60项里，有一项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反复提起，它对应的卦象叫做兑为泽。为什么是这一项？解读推背图有一套相当讲究的方法，研究者会从图、谶、颂里去辨认那个变动的爻，再对照易经的卦辞和爻辞，最后再凑上眼前的新闻时事，看它们是否一一对应。而在易经的卦象里，对卦对应的生肖是阳，而下一个阳年正是2027年。不仅如此，对卦对应的节气是秋分。于是有研究者推算，这一项所指向的时间窗口很可能就落在2026年的秋分，或者2027年的秋分前后。而最让人心惊的是，这个时间点竟然和西方战略界反复警告的那个年份完全重合。你大概也听过那个说法，美国的军方多年来不断示警，说对岸的军队可能会在2027年或者更早之前就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而2027年恰好也是现任领导人第3个任期的最后一年。一边是西方战略家的沙盘推演，一边是1000多年前的卦象推算，两边的指针竟然指向了同一个年份。当一个来自冰冷数据和情报分析的判断，和一个来自古老符号和占卜的推演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这份巧合足以让任何人脊背发凉。更妙的是，有解卦人指出，这一项所预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刀光剑影的战争，它更像是一场用上了人工智慧的战争，一场围绕着晶片的战争。台湾的3奈米对上对岸的10奈米，你听听，这是不是又和我们前面聊到的天网、人工智慧、科学恐怖主义遥遥地对上了？1000多年前的古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晶片，什么是人工智慧，可他们留下的那个卦象，那个关于羊年、关于秋分、关于一场全新形态战争的暗示，却在今天精准地落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上。而推背图还不是唯一一部把矛头指向这2年的古代预言。在中国的传统纪年里，有一个让无数王朝闻之色变的词，叫做赤马红羊节。什么是赤马红羊？赤马指的是丙午马年，红羊指的是丁未羊年。而最近的这一对，丙午马年正是2026年，丁未羊年正是2027年。按照60年一轮回的说法，历史上每逢这2个年份，就特别容易发生大的动乱和灾祸，比如政权的更迭，比如战争。这可不是随口一说。南宋有一位叫柴旺的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丙丁归鉴》。他把从秦朝算起，长达1260年间发生在这2个年份的大灾变，一条一条的记了下来，总共记了21次。21次，在那么多个普通的年份里，偏偏是这2个生肖年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与灾难撞在一起。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有多吓人。西周的灭国，北宋的灭亡，汉高祖刘邦的驾崩，紧接着的吕后专权，甚至连武则天的入宫，
都恰好落在了赤马红阳年。把时间拉近一点，上个世纪有2个赤马红阳年。1907年的红阳年爆发了黄冈起义，中华民国的雏形从此开始酝酿。而再下一个1966到1967年，那场长达10年的浩劫就此拉开了序幕。一页页翻过去，全是改朝换代、血雨腥风的大事。那么再下一个赤马之年是哪一年？正是2026年。有玄学家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看，认为丙午、丁未这2年火土过旺，社会的包容度会下降，人心容易变得急躁。同时，旱灾、火山爆发、森林大火、爆炸这一类的灾害也比较容易发生。早在北宋就有道士观察到，每逢5年或者丁未年，就常常出现天灾人祸。古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规律，到了今天读来竟让人不寒而栗。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全球各地那些反常的天灾，那些越来越极端的气候，那股弥漫在人群里的焦躁与不安，似乎正一点一点地印证着古人那句火土过旺的判断。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再看另外2部预言。相传是刘伯温所留下的那部预言里有这样一句话：难过寅卯辰4年，意思是寅虎、卯兔、辰龙、巳蛇这几年会很难熬，而巳蛇年正是2025年。换句话说，熬过了2025这道坎，后面才有可能迎来转机。古人甚至说，若是能平安闯过这几年，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而唐朝那首神秘的黄檗禅师诗里也有一句：刚到金蛇运已终，金蛇年同样指向2025年。古人的意思仿佛是在说，到了2026年就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你发现了吗？西方的帕克说2026是清算之年，2027是引爆点。东方的推背图把卦象指向2027年的台海。古老的赤马红阳节锁定了2026到2027这一对年份。刘伯温和黄檗禅师又不约而同地把那道分水岭划在了2025年的年底。1000年的时光，万里的距离，东方和西方竟然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前异口同声，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那么这场被东西方预言共同指向的大清算到底会怎么上演？我们回到帕克最新的那份预言，他描绘的是一幅相当具体也相当惊人的图景。他说，从2025年的年底开始，一直延续到2030年左右，这个世界上排名前5的国家将会被卷入一场大战，而战争真正爆发的时间窗口会落在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10月之间。也就是说，重心基本上会在2027年。哪5个国家？有解读者把它们形容为掌管海洋之国美国、巨龙之国中国、雪域之国俄罗斯、点燃佛灯之国印度，以及帝国废墟上的守夜人欧洲。这5大势力将会以各自的方式被拖进这场大漩涡。一边是横跨2洋号令天下的海洋霸主，一边是体量惊人却又危机四伏的东方巨龙，再加上盘踞北方冰原的雪域之国正在崛起的南亚古国，还有那个辉煌不再却仍在勉力支撑的旧大陆。当这5股力量同时被搅动，整个世界恐怕都难有宁日。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帕克再三强调，这场战争不会是核战，它可能是常规战，可能是贸易战，可能是网络战，甚至是病毒战。而在这5个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会受损得最为惨重，它的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最终面临重启。是哪一个国家？帕克说得很清楚，他预言现任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就淡出权力的核心，而他的健康状况会在2026年明显恶化，政治上的失势和身体上的衰退会同步上演。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那个政权的崩塌方式。他说，那会像是冰川式的崩塌，先是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缝，然后是一场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轰然崩解。一座看似坚不可摧、屹立了1000年的万年寒冰，它的崩塌往往不是从表面开始的，
而是从内部那一道道悄无声息却又致命的裂痕开始的。他还预言，在崩塌之前，中国会经历一段明显的内部分裂期，它的特征包括拖欠工人的工资、冻结的债券以及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他甚至猜测，那场灾难可能是一场铁路事故，或者是和某座巨型大坝相关的事件。与此同时，会有一位高级官员神秘地失踪或者死亡。这些，他说，都是埋下未来中国分裂的种子。一个经济上的裂缝，一个政治上的失踪，一场突如其来的基建灾难。在他的描绘里，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其实都是同一场大崩塌的不同前奏。而关于台湾，他给出的判断或许会让很多人松一口气。他预言，今年的3月会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台海之间可能会出现一起飞机或者潜艇的相撞事件，进而引爆冲突，连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然而，在这场冲突里，台湾不会被吞并，反过来，受到重创、陷入严重经济问题和社会动乱的是对岸。在他的预言里，这场围绕着台海的风暴最终撼动的不是这座岛屿，而是海峡对面那个庞大的政权。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这幅图景的人，另一位预言家也描绘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他说，在这5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会受损最重，整个政治体系彻底瓦解，面临重启。他没有点明是哪一个，可如果把他的话和帕克的预言放在一起看，那个政治体系瓦解的国家，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当2位来自不同背景的预言者各自独立地却又指向了同一个结局，这份默契本身就让人沉思。而在这场世间的大战之外，帕克还提到了另一场战争，一场看不见却又无比真实的战争。他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天使与恶魔之战。当然，这场战争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双方披着战袍在天上厮杀，它更像是一场发生在每一个人心里的较量，一场光明与黑暗、善良与贪婪、清醒与沉沦之间的拉锯。在帕克看来，我们眼前这个物质世界的种种动荡，其实只是那场更深层的属灵之战的一个倒影而已。而在他引述的那些古老预言里，还曾经精准地框出过好几个高密度的爆发窗口。他提到自然灾害、战争、疾病、宗教冲突，再加上前面说过的科学恐怖主义，还有通信系统的巨变，这些原本各不相干的事件，很可能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上密集地、扎堆地一起涌现，仿佛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某个关键的节点上同时拨动了好几根命运的琴弦，让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地连环引爆。回过头看看2026年开年以来，这个世界接二连三的动荡，那些反常的天象，那些突如其来的冲突，你会不会觉得那张古老的时间表正在以一种令人发毛的精准度慢慢的在我们眼前展开？帕克说，在这场属灵的较量里，光明与黑暗的力量正在做最后的角力，而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份善念，每一次坚守，其实都在悄悄地为某一方增添着筹码。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玄妙，但它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而有力的讯息。在一个看似被巨大力量裹挟，个人渺小的无能为力的时代，我们依然握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那份力量不在天上的卫星里，也不在地下的油田里，而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诱惑与恐惧时所做出的那个选择里。那么崩塌之后呢？是不是就是无尽的黑暗？恰恰相反，这也是帕克的预言里最让人意外也最温暖的一部分。他说，当那个政权瓦解之后，中国会进入一段漫长的重构期，它不会在一夕之间完成，但征兆会逐渐清晰，并一直延续到2030年左右。在这段重构里，中国很可能走向一种多元分散的结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欧洲模式，边境会开放，人们可以自由地贸易往来，民主制度将会占据主导。他甚至提到，这个过程会隐隐受到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描绘里，
那片饱经风霜的土地，在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之后，最终会迎来一个更开放、更自由，也更有生机的明天。这个预言乍听之下，或许让很多人难以置信。一个如此庞大、如此紧密的国家，怎么可能走向分散？可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就是这片土地上反复上演了几千年的剧本。从春秋战国的群雄并立，到秦汉的大一统，再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与重组，每一次的天翻地覆，其实都在为下一个时代积蓄着力量。帕克所描绘的那种类似欧洲的模式，那种有许多自治的部分在开放的边界下自由贸易，又彼此连结的结构，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它究竟会不会发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没有人知道。但这个大胆的预言至少提醒了我们，今天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一切，在历史的长河面前，其实都未必是永恒的。而这场大清算还远远不只是政治上的，它同样是一场经济上的、金融上的大洗牌。还记得我们开头聊的油价吗？还记得那张收紧的天网吗？帕克很早就反复警告，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很多金融资产其实都是虚幻的泡沫。他直言，加密货币不过是一场金字塔骗局，迟早会崩盘。一种主流的加密货币甚至可能崩跌高达70%。他还把如今人们疯狂追捧电子晶片的这股热潮比喻成维多利亚时代那场著名的泡沫。当年所有人都把钱投进那些所谓的保险公司，可那背后不过是一张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他说，今天的晶片狂热迟早也会迎来那一声砰然破裂。换句话说，油价的飙升、天网的笼罩、政权的崩塌、泡沫的破裂，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是同一场大清算在不同维度上的不同切面。能源的命脉被掐住，天空的控制权被争夺，旧有的政治格局被推倒，虚幻的金融泡沫被刺破。这几条线最终全都汇流到了2026到2027年的那个窗口里。而这场清算还有一个层面是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帕克称2026年同时也是一个真相之年。他说，大量被掩盖的谎言会被一一揭穿，诉讼、档案、秘密会接连被曝光。那些尘封已久的名单只是一个开始。他甚至大胆地预言，这也许还是一个大揭露之年。那些围绕着地外文明长期被政府出于恐惧和羞愧而隐瞒的真相，或许也会在这个窗口慢慢浮出水面。一个又一个被深埋的秘密，正等待着在这场大清算里被一一翻出。这也许正是清算这2个字最深刻的含义。它清算的不只是飙升的物价、崩塌的政权、破裂的泡沫，它要清算的更是那些被谎言掩盖了太久的真相，那些被权力捂得太紧的黑幕。当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被掀开，当人们终于看清自己过去所深信不疑的许多东西，原来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幻象，那种冲击，那种觉醒，本身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局。或许帕克所说的那种全新的灵性，那种更高层次的意识，正是要在这样一场真相的洗礼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的降临。帕克说，这场大清算走过之后，人类会被迫重新思考金钱，重新思考工作，重新思考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活。这是一条崎岖的路，但走过去之后，也许就是一片全新的天地。聊到这里，也许你会问，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一个来自西方的灵媒用清算之年来命名2026，把引爆点放在2027，当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把对维泽的卦象指向2027年的台海，当古老的赤马红羊节死死咬住2026和2027这一对年份，当刘伯温和黄檗禅师把那道分水岭划在2025年的年底，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却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拨到了同一个时间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让人深思的事。当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预言终究是预言，
帕克自己也坦白地说过，作为一个通灵者，他也只是在顺着一条轨迹做出推测，而未来是有可能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历史上那些被预言过，最后却没有发生的灾难数不胜数。或许正是因为有人看见了危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条轨迹才悄悄地拐了个弯。所以我们聊这些，从来都不是为了散播恐惧，而是为了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准备。帕克自己其实也留了一个温暖的尾巴，他反复说，2026年之后，世界会开始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尽管前方依然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人类将会迎来一种全新的灵性，这种灵性会超越现有的所有宗教，为我们提供一套共同的道德准则。他说，这需要整个世界的觉醒，而这将是繁荣之后一份巨大的恩赐。我们会拥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在他看来，眼前这场大清算，与其说是一场毁灭，不如说是一场痛苦的却又必要的洗牌，是黎明前最深的那一段黑暗。而东方的古老预言其实也藏着同样的盼望，无论是推背图还是其他流传千年的谶语，在描绘完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劫难之后，几乎无一例外都指向了劫后的那片盛世，指向了一位带来新秩序的圣人，指向了浴火之后的重生。古人相信，每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其实都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最坏的时代往往也是最好的时代的前夜。所以你看，所有这些预言从来都不只是为了吓唬我们，它们更像是一张古老的地图，在最关键的那个路口为我们亮起了一盏灯。它提醒我们看清脚下的路，守住心中的善，然后勇敢地走下去。而对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这些预言又多了一层特别的意味。无论是推背图那个指向台海的对卦，还是帕克口中那场让对岸陷入动荡，台湾却安然无恙的冲突，他们似乎都在反复诉说着同一件事。这座岛屿，这座恰好站在风暴最前沿的岛屿，所承载的远远不只是它自身的命运，它牵动的是整个地缘格局的那架天平，是无数双从世界各地投来的紧张的目光。风会不会真的来？没有人能够100%地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看清形势，做好准备，守住内心那份不慌不乱的笃定，永远都比惊慌失措要强上100倍。在这个被预言反复标记的年代里，恐惧从来都不是出路，清醒和从容才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我们站在这个被无数预言反复标记的十字路口，望着飙升的油价，望着头顶的天网，望着那条通向2027年的大清算时间线，我们手里握着的究竟是一份命运的剧本，还是一次改写剧本的机会？也许答案并不在那些古老的卦象里，也不在那些遥远的棕榈叶上，答案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选择里。